欢迎观看中国神话与传说系列双语教育视频。在传统文化中，九尾狐是祥瑞的象征，而在现代人的观念中，九尾狐则成了狐妖的代表。那么，九尾狐在历史上的形象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？你可能熟悉狐狸精妲己祸国殃民的故事，但你知道传说中的夏朝开国君主大禹与九尾狐的故事吗？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一起探讨这个源自上古时期的灵兽，以及与它相关的神话传说。严格来说，狐与狸是两种不同的动物，但人们习惯上把它们统称为狐狸。实际上，只有狐有仙气，而狸只是俗物。据说，九尾狐有9条命，九尾狐每100年才会长出一条尾巴。当9条尾巴齐全后，再过100年，也就是说，九尾狐活了1000年之后，就可以修炼成人形。而天狐传说中的仙狐，以善于变换而著称，据说50岁时能幻化为妇人，100岁时能变成美女，并能洞察千里之外的事情，善于施展蛊惑之术，使人迷惑失智，1000岁时即可通天。1955年，考古工作者在绥德县君刘家沟东汉墓发现了一幅东汉石画，西王母位居中央，坐于龙虎座之上，前方有3足金乌与蟾蜍，而西王母左侧的正是九尾狐，9条尾巴尤为突出，如同树枝般向上散开。九尾狐、玄狐、白狐等形象最早出现在原始宗教的图腾信仰中。《山海经》第1卷南山经中有关于青丘九尾狐的记载，青丘之山有兽焉，其状如狐而9尾，其音如婴儿，能食人，食者不蛊。其中能食人说明它具有神性，可以威胁敌人，保护自己的部族安全，食者不蛊则表示吃了它的肉可以不受邪气侵害。这显然与早期人类对九尾狐图腾信仰的原始巫术有关。《山海经》第9卷海外东经也说，青丘国，其狐4足9尾。郭璞注，世平则出为瑞也。意思是说，九尾狐在先秦时期是祥瑞的象征，只有天下太平时才会出现。在上古神话中，流传着夏族大禹娶涂山族女子的传说。据说，大禹来到涂山（今河南嵩县），遇见了一只9尾白狐，名叫女娇，并听见涂山人唱歌，随随白狐，旁旁9尾。歌词暗示，如果在这里成家成室，子孙便会昌盛。于是，大禹便娶了涂山氏女娇为妻。在此，九尾狐作为爱情美好、婚姻幸福、多子多孙的象征。后来，大禹成为了部落首领，不仅有效解决了水患，还开创了夏朝基业。于是，后人又给九尾狐赋予了为王称帝、社稷兴盛的含义。九尾狐的命运不同于龙凤麒麟，最终未能保住其神圣地位。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妖化狐的倾向。在物老为怪的思想的影响下，古人认为动物老了之后就能修炼成精。到了唐代，开始盛行天狐、狐神崇拜，此时的九尾狐已成为妖神，地位不如正神来历正当和尊贵。在北宋时期，九尾狐在民众心目中不再是祥瑞的象征，而成了狐媚惑主、红颜祸水的代名词。人们相信，当九尾狐变成妖精时，会利用美色迷惑君王，导致国家灭亡、身败名裂。也是在这个时期，中国远古史上著名的商纣王妃子妲己被认为是九尾狐的化身，并且这一说法传入日本并广泛流传开来。人们认为，商朝灭亡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化身九尾狐狸精的妲己这一形象始于元代讲史话本《武王伐纣书》，并由明代长篇章回小说《封神演义》进一步推广和深化。在《武王伐纣书》中，一只9尾金毛狐子吸尽妲己的魂魄元气后，借其肉身化形为妲己。妲己的结局是在武王克殷后，被姜太公用降妖镜逼现原形，然后被装进袋子，用木对捣死。到了清朝，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等狐怪小说的盛行，让狐妖形象变得更为丰富。纵观历史，从涂山氏女娇到商纣王的妃子妲己，九尾狐从神圣的狐仙变成了被唾骂的狐狸精。
这一过程中，九尾狐由人人期盼的祥瑞，变成了人人厌恶的妖精，展现了这只上古灵兽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